没想到吧，27号我就录了一段，为什么呢？不知道大家的眼力怎么样？你看我这手是空的，没带臂套，这手带了个臂套。为什么最近戴上臂套了呢？第一是因为太热了，胳膊出汗不舒服。第二呢，就是这个，大家看，看到了吗？因为还是要有一些保密，所以我就带着臂套出来了。今天就没有带 Paula 的那一款，这几天一直是两个都带。左手的苹果是连接 Paula， 右手的高驰配速是连接他自己的这款心率带 B 带。从 Park Run 之前的那2次训练就是了。你们看我第一天戴上臂套那天就是了。应该是今天晚上正式公布。感觉怎么样呢？我觉得感觉挺不错的，感觉真的挺不错的。一会儿我们先进一段录屏，录我的屏幕，给大家看看昨天的那些变速强度课2款心率带的区别，好吗？那我们就进录屏啊，加油干！好，我们就来到了录屏的部分，来详细对比一下数据。这个就是7月26号的那次强度课，10个400米，4组平路，4组爬坡，4组平路，加一个1000米，那一次的训练课的那个部分，强度那一部分。2个数据来源，第一个是 Stride 加 Paula 的 B 带，第二个是高驰加高驰的 B 带。整个的起停表我都是一起的，并且都是用2块表设置了对应的训练的过程，所以都是一模一样的数据。好，我们看一下列表的对比。今天主要是看心率带，所以我们就看2条心率带的数据。可以看到平均心率两边是一模一样的，平均心率两边是一模一样的，都是157。最大心率这个是有一些区别的，高驰这边的心率带最大心率是188，而 Paula 这边是186。像这个心率的数据呢，无论是胸带还是臂带，我个人认为精确到个位数，或者说精确到0到5之间的这个误差是不太好讨论的，因为其实你心率这个监测，你是唯一一个你不知道真正准确的数字的一个监测，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摸着你的心跳去数，你只能相信设备。那现在2个设备比较，谁对谁错，这个不好说，只是大家看最大心率，就是我那天训练的最大心率，一个是188，一个是186。那它俩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对我来说，我认为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或者说几乎就可以认为没有区别。在我的概念里，像跑步中心率在0到5之间的这个区别，都可以视为几乎没有区别。然后这是那天的地图，地图我们就不看了，我们今天不评测 GPS， 我们直接往下看。这有2个横纵坐标的图表，上面这一个是配速的，下边这一个是心率的。可以看到配速这边，因为太接近了，所以其实不太好看清。紫色的是 Stride， 这个深黄色的是高驰。这个就如刚才我所说，基本上没有什么误差，只有在组间我停的时候，我完全停的时候，Stride 这边的配速是要更低的，因为它在斜上嘛，就它能知道我真的没有动，而 GPS 可能就会有这方面的小的遗憾，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关键。从配速上可以看到，这是第一组400，第2组、第3组、第4组，然后之后我们就跑去了那个坡那儿。
之后是第5组、第6组、第7组、第8组，之后又回到了平路，第9组、第10组，最后是一个1公里。你们看，在这1公里的时候，两边的配速其实没有区别，也就是在没有遮挡物的情况下 ，GPS 现在是很可靠的了。好，那我们重点来说心率啊，心率这个有意思，你们看，紫颜色的是 Paula， 红颜色的是高驰，我看能不能改一下颜色，并不能。那我们大家就将就看啊，一开始的第一个400，高驰这边上涨的要比 Paula 的快。你们看，这边 Paula 还是127的时候，高驰已经145。这一点我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的，就是心率上涨对于传感器来说，必然它是收到了心率更快的信号才上涨的，它不会因为说你其他的原因心率就变了。这个是我的观点，而且因为刚开始起跑，所以也没有受到太多的姿势还有汗的侵蚀。虽然我之前有一个热身，两边的心率带都在臂套里，所以我可以简单的认为，在心率往上涨的时候，高驰的这款心率带是要比另外一款心率带的反应更快一些。这是我不成熟的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就像我说的，因为心率这东西我并不知道真实的数，我们只能通过曲线来看。但是凭我的感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到后边两边交汇了，几乎是一样的。高驰这边始终要比另外一边多1到2，但是1到2这个数据就不好说了，因为我把它们一个在右手，一个在左手，高驰是在右手，Paula 是在左手，两边左右手的区别，还有你可能带的高度啊，你覆盖到了哪些血管啊，两边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细节，比方说这看这儿164、163，这个我觉得就不重要。然后跑完以后结束下降也非常有意思，大家看，高驰要比 Paula 下降的快，就是我认为大幅的改变肯定是有传感器收到信号的支持的。所以说，如果说没有算法的带引号的算法的加持，带引号的加持的话，那我通过第一个400米，或者说你们看每一个400米基本上都是这样，第二个也是，高驰会一下涨的就会比较快，然后呢降的也会比较快，但是降到的最低点呢，两边都差不多，比方这边都是125，然后还在往下降，还在往下降，降到了120，然后又往上升。所以通过这前面的几个400米，我可以简单理解为是高驰这边的反应速度要比 Paula 那边的快一些，但是到了一个平稳的状态下，两边的精度差不多。不过 Paula 的心率带在业内大家也应该能了解，是做的算是口碑比较不错的，技术也比较不错，也比较有历史。所以高驰首款心率带做成这样，我其实是很满意的，并且如果你们看，比方说在这儿，如果这个时候我的心率真的是151，而不是141，那高驰就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但是这个我现在没办法定论，我倾向于是比141高一些的，因为人的心跳提升和下降的反应，或者至少是提升的反应是很快的。你看，只要是在心率上升的时候，高驰就会快一些。但是你们看这个就有说明问题，这块因为并没有加速，只是开始跑起来了，慢慢的，所以高驰和 Paula 的变化，虽然高驰上升的快了一些，早了一些，但是差不多，并没有前面这个差距这么大，像这儿已经差距到9或者是10了，每一个都是这样，所以就说明了问题，它并不是巧合，都是涨得快，降的也快，在高驰这边。之后最后的这个1000米，你们看，从一启动，马上高驰就会从140一下涨到了154，而 Paula 这边还是144，涨啊涨涨涨，涨到170左右，两边就差不多了。其实我认为179和176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可能就是我说的各种周边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这种光电的测量其实本身也是计算测量，但是到这边稳定以后，你们看两边的上下基本就在1、2之间，但是始终很少见到 Paula 比高驰高
基本都是它低，只有这儿，你们看最后这儿，这是最后一个400米，顶到最后。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图像就非常像说，Paula 整个的体系，这个线要比高驰这边偏右了一些，就是滞后了那么一点点。最后的1公里到最后，两边都是185、186上下交替，最后结束，我停表了。哦，对了，我还要说明一下啊，这两边的起停表大概差个0点几秒，因为我要摁完一个手再摁一个手，但是不会有这么明显的就是这么明显的区别。如果说两边的斜率都是一样而错开了，那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是很明显，两边的斜率在心率上升的时候是非常不一样的。好，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数据的对比。那我们录屏部分结束。怎么样？录屏看完了，还行哈。因为这种东西是这样，我的观点，因为我是从事技术行业的，可能想的其他东西更多一点。就是仅这几天的样本数量还不够，我猜测厂商肯定是做了很多对比的。我先说说我是怎么看待心率带的。我觉得心率胸带就是靠心电的那种，慢慢差不多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了，至少现在已经完全淡出我的视线了。因为我觉得，就算从理论上来说，它肯定是要比光电心率带反应更灵敏，或者说在某些情况下更准确，但是跟舒适度相比，还有方便程度相比，确实是它不太行了。而且对普通人，像对我这种训练，那些东西其实不需要。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对专业运动员都不一定需要，他们也不需要精确到个位数的心率，对吧？或者精确到那1-2秒的反应时间，或者说甚至现在不到1-2秒的反应时间。所以你们看，从去年冬天，从去年的夏末，我就完全一直都是必带。像北京冬天特别冷，原来冬天根本就不敢用光电设备的，说明光电设备现在是长足的发展了。有点喘啊，一直在上坡。这个这叫什么？是一个时代的发展，没办法。今天就是它2个设备同时连接到了这个心率带的蓝牙，是可以同时连接的，没有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是很稳定。你们看到屏幕上的数据就是它。那现在这种心率带，我觉得拼的是什么呢？拼的第一是，就像我说的，它一下能连好几个设备同时，这就特别好。像 Stride 现在的问题就是，只能同时连一个蓝牙设备，比较尴尬。然后第二呢，就是本身软件的生态。但是这个咱们实话实说，因为心率带是一个功能很单一的产品，所以就是不会有太明显的说不可逾越的差距。说白了，现在准确度已经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当然了，这种评测为什么给大家放录屏呢？就还是要严肃的比较一下。不过只要你看我现在抬手一看，刚上完坡，一边说话一边举着相机，140度，我觉得就可以。我不会纠结是145还是146还是147。这就是我现在跑步的观点。然后就是舒适度，我的舒适度主要就是那根带子，还有本身传感器的大小各不各。我不能说哪个更好，我觉得它俩对我来说舒适度都特好。高驰这个更漂亮一些，因为它的那个臂带把传感器覆盖住了。然后之后高驰这有一个一直在闪的指示灯，你能看到它的电量的状态，这个挺不错的。Paula 的那款呢，我要么就是拿手机连接看，
要么就是插上充一下电。它充电的时候，那个按钮那边上按钮内侧那个对侧那指示灯是亮的，会告诉你现在充满了没有，就只能这样。手表连上蓝牙，就 Apple Watch 连上是看不到这个健康设备的电量的。然后高驰这边连上蓝牙是可以看到这款它自己心率带的电量。Paula 那款如果用蓝牙连接高驰的手表，在主界面上，就是你等待运动开始的那个界面上，也看不到剩余的电量。不出意外，大家看到今天的视频是今天和昨天混录的啊，换上了这个颜色的带，还行哈。到现在为止，电量是还剩71%，真的很了不起。我从戴上臂套那天开始到现在好几天了，每次训练都是带着它，所以这个电量真的如他们所说那样。然后这个东西呢，大家昨天应该都看了，或者今天早上都看了他们的群发，对不对？高驰的群发比较轻，然后挺舒服的，实话实说挺舒服的。然后呢，它有意思的一点是，像手表一样，就是它其实没有一个物理的开关，就是它检测到有你戴上了，就是有东西出现在它那个传感器那儿了，它就会开始工作。然后过一会儿呢，没有这东西了呢，它就会停。哎，这个是我刚拿到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之后像磁吸充电呀这种啊，官方的通稿里都说了，多沉也说了，这个确实佩戴挺舒适的。它能同时连接3个蓝牙设备，这个真的是挺不错的。像我那个 Paula 的是2个，3个蓝牙设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就不会像 Stride 的那种出现你必须要关掉手机的蓝牙这种尴尬的怕争抢蓝牙的这件事儿。因为你想如果你带着手机跑步，你的手机肯定是跟它建立过连接的，因为你要在 APP 里管理啊、升级固件呀什么的。然后同时呢，你的手表，你要像我一样带2块表呢，就正好是3个，是不是？而且都是标准的蓝牙协议，就所有能用蓝牙心率带的都没有问题。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对高驰这款心率带还有心率带这个品类的产品的一些小观点。它的这个599的定价也还是挺不错的。如果您现在有高驰的手表，然后想买心率带，那这个时候肯定它就是不二的选择了。这前面也说过各种的原因。如果您现在已经是有很多心率带在用的小伙伴，如果您考虑升级呢，不妨也考虑可以试试高驰的这一款，毕竟它是一个通用的心率带，对不对？行，那就这么着，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希望我们科技的发展、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在我们只争朝夕的跑步的生涯里，能够体验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各种的传感器和小产品。这对我们跑者或者是这种喜欢数据啊、尝鲜的跑者，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行，那就这么着，大家加油干，咱们下回再见。